Hello， 大家好，我是晶晶。今天桌上这一套呢是 Life Harmony DAC 还有 HP2A 前级加上 Harmony Game 的后级哦，三台全部买齐，再加上线材啊跟周边的搭配加进去，整套预算会超过新台币30万元哦。那30几万买3台机器到底值不值得呢？在聊声音之前呢，我想先让大家认识一个你们可能比较陌生的这个品牌哦，它就是来自新加坡的 Life。这个品牌非常有意思哦，他们的成立时间不长，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引起非常大的讨论。那如果你是一个很在乎居家质感的人啊，你一定会被它的外形给吸引。它们全机啊都是用整块厚实的铝合金去精密切割出来的，它的外观呢非常极简又现代，完全呢打破传统音响那种笨重的刻板印象。今天呢，我们就要从技术的架构啊，还有耳机的表现、量声道的实测到实际的价格定位，完整的分析这套超过30万元的 Life Harmony 系列。大部分人在听声音啊，听到的其实不一定它是乐器原本的样子哦，那些声音它是经过各种的电源杂讯的干扰啊，还有数位失真的污染，再加上一堆为了节省空间而挤出来的一个电路互相打架，那最后发出来的音效而已。今天桌上啊这套来自 Life 的 Harmony 旗舰套组，包含 Artura 解码、全平衡 A 类前级处理以及淡化加后级，就是把讯号纯净度做到极致。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哦 ，Life 把这3台机器分得这么彻底，到底是真的有意义，还是只是让你的桌面看起来比较像是一座小型的核电厂？那我们要搞懂这套系统呢，首先我们要先厘清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分工。很多一体机呢，为了节省空间跟成本啊，它会把解码、前级甚至是耳机放大全部塞在同一张电路板上面。这种做法并不是一定不好，而且现在也有非常多优秀的一体机。但是呢，它先天的挑战呢，就是不同电路可能共用电源、共用空间，那彼此之间呢，更容易产生高频的干扰，还有电磁噪讯啊，跟细微的串扰。结果呢，就是背景里面可能会充满非常微小、平常不一定会注意到的杂讯。那这些杂讯呢，它不一定会让你直接听到滋滋滋这样子。那它更常见的影响呢，是让声音边缘会变得模糊啊，空间感缩小，那微小的动态呢就会被遮住。你不一定会知道少了什么，但就是会觉得声音好像不够干净、不够立体。那 Harmony 这一套系统采取的做法就非常直接哦。Harmony DAC 它只做纯粹的数位转类比哦，它的工作就是把电脑串流转盘或者是数位讯源输出的高精度0与1转换成后端扩大机能使用的类比电压讯号。它不需要负责推喇叭，那也不需要负责推耳机，更不用兼职当前级。它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把0和1还原成音乐。那 Harmony 的 HP2A 呢，它既是一台推力充沛的 A 类耳机扩大机，同时呢，它也是一台高规格的全平衡前级哦。使用耳机的时候呢，它直接提供耳机所需要的电压跟驱动电流。那使用被动喇叭的时候呢，它则负责控制音量，调整输出电压幅值呢，再把干净而且精准的讯号送往后端的功率扩大机。也就是说呢，它平常可以负责耳机，还可以管理量声道系统。Harmony Game 作为系统最末端的淡化加功率扩大机哦，它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就是把前级送来的微弱类比讯号放大。提供足够的电流跟功率，强势驱动被动喇叭呢，它不负责解码，不负责选歌，它只负责把喇叭控制好。解码前级、后级全部使用独立的电源、独立电路、独立的箱体，目的就是呢，尽可能降低不同电路之间的物理干扰哦。那这种分体式的架构，它成本更高，线材会更多，它也会多占用一点的空间，但是它换来的是更清楚的功能分工、更高的升级弹性，以及更容易针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这台 Harmony DAC 的灵魂呢，就是它这个 Artura 的解码。市面上音响呢，大多是使用现成的解码晶片，需要经过很多复杂的数学运算跟精准啊，但听久了难免会带一点偏冷偏硬的数位感。而 Artura 它的做法非常的重本哦，想象你有一座楼梯，那每一阶高度呢都代表一个电压数值。Artura 就是利用这一堆电阻搭出来的阶梯，那当数
数位讯号进来的时候啊，系统它会根据这些0跟1来决定电流要走哪一阶，那最后拼出声音的波形。这种做法换来的声音呢，会非常的自然有厚度，它不会像用荧光笔那样画重点哦，逼着你去听锐利的细节，而是让细节自然的融入在音乐里面。听人声啊，或者是弦乐的时候，你会感觉声音它不是单薄的线条，而是有血有肉的实体。那这就是很多老玩家无法自拔的类比味。Harmony 的 DAC 能够脱颖而出呢，是因为它帮这些电阻装上强大的大脑跟心脏，它用 Intel 的晶片当大脑来精准的指挥，再搭配顶级的飞秒时钟来当心脏哦，完美的对齐时间误差。这样的架构呢，让它不仅保留 R2R 最迷人的温润肉感，还能把声音打磨得非常的通透干净哦，等于是把类比的韵味跟现代的高解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这台机器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哦，就是它不需要拆机换线，你只要透过选单就可以一键切换 NOS 跟 OS 2种模式，面板萤幕也会随之显示原始取样率或者是升频后的频率。那这等于是一台机器给你2种完全不同的调音思路。NOS 它运作方式呢是关闭内部的超采样的数位滤波，让数位讯号它可以直接进入电阻的网路，避免数位滤波可能产生的振铃失真啊，这样的声音会非常的直接自然。中频厚实有肉感，高音的部分呢，因为滤波特性，它会显得比较温润，不会刺激。适合的曲风是人声、爵士乐、蓝调或者是老摇滚哦，情感表达张力非常的强，会给人一种忍不住会一首接着一首听下去的魔力。OS 的运作方式呢，是透过内部演算法提高取样率，并把高频杂讯呢推到人耳听觉范围之外。因为呢 ，Harmony 的 DAC 本身调音偏向后声，那开启 OS之后呢，可以补足更强的动态感，背景呢会变得更干净，声音的轮廓、音场定位、前后层次、微小细节的辨识度都会明显的提升哦。它适合的曲风有大编制的古典乐、电影的原声带、电子音乐，或者是乐器编排非常复杂的歌曲。总结这2种模式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哦，最简单的判断标准非常容易。当你坐在位置上面听的时候啊，切到哪一个模式会让你最舍不得切割，那一个就是最适合你的答案。到了2声道实测环节，我们把 Harmony Game 淡化加后级接上最近在音响圈呢发烧友社群讨论度非常高的 Asilab F6B 2音路的书架喇叭 Game 呢，也就是淡化加功率元件呢，相较于传统细机具备更快的切换速度、更低的开关损耗以及非常短的反向恢复时间。对低类扩大机来说啊，更快、更精准的切换能力，有助于降低高频切换过程中误差跟失真，同时呢，保有非常高的高功率转换效率。因此 ，Harmony 的 Game 不只是体积小哦，发热相对容易控制，也能提供相当出色的瞬间电流与喇叭控制能力。过去部分玩家对于低类扩大机的印象可能是高频偏尖，声音偏干，音像比较扁，甚至觉得它只有力气没有感情。但新一代采用 Game 元件的设计，已经明显改善了传统低类许多的问题哦。它保有高效率、低发热跟高控制力，同时它也可以呈现更细腻、更流畅的中高频质感，再搭配失真率极低、还原度极高的 Asilab F6B 这套组合呈现出的声音特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直接。戴尔的演唱啊，人像节像能够明确的脱离喇叭箱体，稳定停留在2只喇叭中间偏后方的深度空间里面，不是那种把歌手贴在喇叭中间的平面声音，而是可以感觉到嘴型的位置啊、胸腔的厚度啊，还有人声前后空间的立体感。唇齿音跟胸腔共鸣的比例控制得非常漂亮，你可以听到细微的换气啊、嘴唇开合跟气流摩擦的声音，但是不会觉得齿音被刻意
意的放大，也不会出现过度尖锐的刺激感。Artura DAC 所带来的中频厚度加上 HP2A 纯 A 类前级的连续感，再透过 Game 后级快速而精准的控制喇叭，让人声呢既有密度，也保有清楚的边缘跟空间感。那低频的表现呢，是这套系统最有杀伤力的地方之一。Harmony Game 对于 F6B 低频单体的控制力非常的强哦。当低音鼓重击啊、低音大提琴齐奏，或者是电影配乐进入大动态段落的时候，低频不是那种模糊膨胀、全部堆在一起的亮感，你会感觉到冲击力。低频的下潜深度还有速度快，边界呢也相当的清晰。鼓点开始跟停止的时间非常的明确，能够分辨出鼓皮啊受到撞击的瞬间，还有后续共鸣逐渐消散的过程哦。这种控制力对于书架喇叭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书架喇叭的低频亮感呢不一定可以跟大型落地喇叭相比，它更需要扩大机把有限的低频资源控制的精准，否则呢低频一松散呢，听起来就只剩下蹦蹦蹦，很有气势，但是你不知道它在碰什么。在高频部分呢，小提琴的泛音啊、三角铁以及钢琴高音琴键，它延伸都非常的平顺。高频它不是刻意的变暗哦，也不是用柔化的方式去掩盖细节，而是呢在保留解析力的同时，避免声音的边缘过度的锐利。Harmony DAC 的 Artura 架构呢，会让高频带有一种微甜、滑顺的光泽感，即使在进场环境下连续聆听2到3个小时呢，耳朵也不容易出现明显的听觉疲劳。而且这套系统的细节呢，不是靠提高高频亮度硬挤出来的哦，真正的解析力呢，是声音不用开得很大，细节仍然是存在的。真正好的解析力是音量不用开得很大，它的细节依然是存在的。除了声音表现之外呢 ，Life 这套产品在工业设计上的完成度呢，也已经达到了现代精品器材的水准哦。它的全机呢是采用厚实的铝合金材料，再经过 CNC 精密的切削成型哦，表面再进行细致的喷砂与阳极氧化处理。机身的金属倒角啊、面板比例、萤幕配置以及旋钮的阻尼，都可以感觉到它不是单纯找一个铝盒把电路装进去哦。机身接缝处的精密度非常高，外部也很难看到明显的螺丝外露，整体视觉呢相当的干净，放在桌面上才不会有传统发烧器材那种沉重感。此外，考虑到 HP2A 纯 A 类电路的发热量，以及 Game 后级在长时间工作下的热循环，机身内部呢也需要建立有效的散热路径。纯 A 类扩大线路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在没有音乐讯号的时候呢，输出级元件仍然是维持一定程度的导通状态，因此呢，它会持续的产热量。机身底部的避震脚垫啊，除了可以提高摆放的稳定性，也可以降低桌面震动传递到机身的程度。那对于内部包含大量精密的电阻即电器与类比放大线路的器材来说呢，良好的机械结构与避震的设计呢，它可以降低外部震动对电路的接点造成潜在的影响。尤其 Artura 电阻网络非常重视精准度跟稳定性哦，完整的机械结构啊、散热路径跟电源的配置，并不只是为了外观好看，而是整体产品设计的一部分。接下来聊聊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容易让人瞬间恢复理智的硬核现实面，价格跟产品定位。Harmony DAC 跟 HP2A 售价都是89900，那 Game 的售价是149,900。那如果呢3台机器一起买，组成完整的 Harmony 系统，总预算大概是会落在30几万台币哦。但如果从整套产品的技术架构来看呢，它包含了离散式的 Artura 解码纯 A 类全平衡前级兼耳廓，再加上氮化镓功率的后级哦。这并不是单纯的把3个铝盒叠在一起，而是把数位解码、讯源控制，还有耳机驱动跟喇叭的功率输出，完整拆分成3个独立的环节。如果今天改买欧美传统高端音响品牌呢，寻找具备相似的技术架构、相近的做工以及完整分体式设计的系统呢，总价往往会直接从新台币30几万，甚至是到50万元起跳哦。有些品牌可能是一条电源线就先
先把你的预算吃掉一部分了。Live 的产品定位非常清楚它不是入门的器材，也不是追求插上去有声音就好的产品，它锁定的呢是已经听过一定数量的器材，对于声音的品质有更高的要求，同时又重视现代设计，桌面整洁跟系统扩充性的进阶玩家。它撕掉了一部分传统 Hi-Fi 品牌的历史溢价跟大型机身的成本将预算的集中在 Artura 的架构、前级放大、耳机驱动以及 Game 的输出功率上面。那当然30几万到底算不算是高性价比呢？还是要看每个人的预算跟需求。很多玩家在挑选 DAC 耳廓或者是前级的时候，会特别关注解码晶片、输出功率跟失真的数据，却是很容易忽略掉音量控制本身音量控制看起来只是把声音转大或者是转小，但是它其实位于整套讯号路径里面是非常关键的位置。传统可变电阻呢，也就是常见的类比电位器，在较低音量的时候呢，左右声道的碳模组值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误差。当音量转得很小，这些误差比例会被放大，容易出现左右声道音量不一致也就是俗称的偏音问题。那你本来以为歌手站在正中央，声音转小之后呢，他可能突然往左走了2步，不是录音改变是音控在自由发挥。另一方面呢，一般数位音量控制如果是采用直接降低数位讯号幅度的方式呢，在某些设计与位元深度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会牺牲有效的解析度。当音量被大幅降低的时候，可使用的有效位元减少，微小动态、空间微域与低电频细节也可能会受到影响。HP2A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非常的硬核它采用60阶电阻即电器音量控制呢，每次转动音量旋钮的时候，内部不是单纯的旋转一片碳膜，也不是直接把数位讯号的位元往下消，而是呢透过微型继电器实际切换不同组合的高精度电阻。如果你是耳机玩家 ，HP2A 的耳机扩大部分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前面板提供 XLR4，还有4.4mm 的平衡，以及6.35mm 的单端界面，可以对应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的中高阶耳机线材跟接头规格。不管你是平衡派、单端派，还是手上有一整盒的转接头，每次找接头都像在抽盲盒的玩家，基本上呢都能找到合适的连接方式。高阻抗动圈还有低灵敏度的平板耳机，例如 Sennheiser 还有 Hi-Fi-Man 旗下的部分平板振膜耳机，对于扩大机的电压、电流跟控制力都有一定的要求。有些耳廓呢，虽然它可以把音量推得很大，但是声音它也会显得松散、低频、没重量，那声场也打不开。HP2A 它可以提供充足的驱动电流，还有稳定的输出，让高阻抗动圈的耳机它的声场充分的展开，也可以更好的控制低灵敏度的平板振膜耳机。那实际听感上呢，低频的解像它会更沉稳，线条更清楚，那音场也不容易全部挤在头部的中央。以 HD800S 这类本身声场非常宽的耳机来说呢， HP2A 它可以让它整个空间优势充分的发挥，同时呢补足部分玩家认为偏薄或者是低频量感不足的问题对于高灵敏度的 IEM 来说，最大的考验通常不是推力，而是底噪，因为 IEM 的灵敏度非常高，只要扩大电路背景呢不够干净，就可能会听到微弱的尤其在夜深人静没有播放音乐的时候，那个声音会突然变得非常有存在感切换到低增益模式之后HP2A 它的背景可以维持相当的安静，即使搭配灵敏度很高的多单体动铁或者是圈铁混合式的耳机呢，也不容易听到明显的底噪。这代表呢 HP2A 它不只是能够大力推动难推的耳机，也具备处理高灵敏度耳机所需要的细腻度。不过耳机的搭配仍然建议要实际的试听因为推得动只代表物理的条件合格，声音搭不搭还涉及耳机本身的音色，还有阻抗曲线、灵敏度以及个人的听感偏好。不要只看到功率数字很大就认为一定比较好这套系统的扩充弹性，它的设计非常聪明的地方，就是你不一定要一次把 DAC、HP2A 跟 Game 3台全部都买齐如果你目前已经拥有一套高品质的主动式喇叭，你可以先
购入 DAC 还有 HP2A， 把数位讯源接入 Harmony 的 DAC， 再把类比讯号送进 HP2A， 接着呢使用 HP2A 的 XLR 或者是 RCA 前级输出直接联动主动式喇叭，这样一来呢 HP2A 就会作为整套系统的全平衡前级，负责控制音量啊、讯号切换跟定压输出。那主动式喇叭内部原本呢就具备功率扩大线路，因此呢就不需要在外接 GAM 后级。对部分声音偏干偏硬或者是监听味比较明显的主动式喇叭来说呢，前端加入 Harmony 的 DAC 还有 HP2A 之后呢，有机会为整套系统增加更自然的中频厚度、空间感还有音乐性。这并不是把喇叭硬变成染色很重的 Hi-Fi 喇叭，而是在维持解析跟准确度的前提下，让声音变得更流畅、更有质感。未来如果想要从主动式喇叭跨入被动式喇叭的领域呢，也不用把整套系统全部打掉重练，你只要再加入一台 Harmony 的 GAM 后级，就可以直接驱动被动式喇叭，无缝升级成为完整的2声道系统。这种模组化的设计最大优点就是可以依照预算跟需求分阶段升级哦。第一阶段先处理解码跟耳机，第二阶段再加入前级跟主动式喇叭，第3阶段再补上功率后级跟被动式喇叭。总结来说呢 ，Live Harmony 它是一套将现代工业设计跟硬核传统声学架构结合的非常完整的桌面跟中小型空间解决方案哦。它没有为了追求简单，将所有功能全部塞进同一个箱体里面，反而选择将 DAC 前级耳廓还有功率后级彻底的分开来。这种设计呢，让每一台机器都可以专注处理自己的工作，同时呢，保留相当高的升级与搭配弹性。搭配 ASILAB F6B 这颗低失真啊、高还原度的书架喇叭，整体声音呈现出干净、快速、精准，同时保有 R2R 中频厚度跟自然质感的特色。这套系统呢，最适合以下3类玩家。第一类就是耳机跟2声道双修玩家。那你平常会使用旗舰耳机，但同时呢，也想要建立一套完整的2声道系统。你不希望桌面上摆满耳机、前级切换器跟各种来路不明的转接盒，也不想每次从耳机切换到喇叭都要爬到桌子底下重新插拔线。那 HP2A 呢，它可以同时担任高阶耳机扩大机跟全平衡的前级，让耳机跟2声道系统共用一套核心的讯号控制。第二类追求 R2R 音色跟高指标的人，你会喜欢自然、耐听、温润的人声跟乐器的质感，但又不喜望为了追求无所谓的类比味啊，牺牲背景干净度跟解析力，还有声音的定位。那 Harmony 的 DAC 它的 R2R 架构，并不是把高频全部磨掉，也不是单纯做成厚重模糊的复古声音。它在保留细节跟动态的同时啊，让声音的质地更加连续自然，再搭配 HP2A 跟 GAM， 能够让系统同时具备中频厚度、低频控制力，还有足够的清晰的高频延伸，比较适合长时间的聆听。第3类，空间有限但拒绝繁琐折腾的发烧友。如果你的空间是桌面、书房、卧室或者是中小型的客厅，没有办法摆放大型后级跟落地喇叭， Harmony 的 GAM 它小体积跟高效率就非常的有优势哦。它的体积不大，发热量相对容易的管理，但却仍然具备相当强的喇叭控制能力。搭配 ASILAB F6B 这类高品质的书架喇叭，可以在进场或者是中小型空间里面获得非常清楚的定位、层次还有低频控制哦。而且3台 Harmony 叠在一起，视觉上是非常的整齐。对于器材排列一定要对齐啊，线材弯曲、角度都想了一模一样的人来说呢，光是看着他们心情就会先好一大半。但这套系统也不是适合所有人哦。如果你只希望有一台机器插电连上手机就可以播放，不想处理讯号线啊、电源线跟不同器材之间的搭配，那高品质的一体机呢可能会更适合你。如果你追求的是大型落地喇叭在超大空间里面的绝对音压跟低频规模呢，也需要依照喇叭的效率啊、阻抗跟空间大小重新评估功率需求。那器材呢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不适合你的系统。以上呢就是这套 Live Harmony 旗舰系列搭配 ASILAB F6B 的深度实测，从 R2R 电阻
阶梯、解码跟 NOS 跟 OS 模式，到 HP2A 的纯 A 类耳廓跟60阶电阻暨电气音控，再到 Game 淡化加后级的驱动力跟控制能力。这套系统呢，确实将耳机跟2声道玩家最重视的几个核心环节，完完整整的整合在同一个产品家族里面。它不是用一台机器解决所有的事情，而是用3台机器，让每一个环节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欢迎大家亲自到英格兰台中店实际试听这个系列的完整搭配哦。音响有些东西是看规格可以理解，但真正好不好听，这还是要让我们自己的耳朵亲自投票哦。喜欢我们这类有技术、有实测，偶尔又忍不住讲几句实话的深度评测，别忘记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哦。我是晶晶，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大家拜拜。